欢迎收听。今天呢，咱们来深入聊一个，可能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在琢磨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人活着到底怎么样才能更幸福一点儿？这个话题确实挺核心的，是吧？我们手头看了一些资料，里边东西还挺丰富的，有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发现，也有一些人生哲学的思考，还有不少挺实在的、能用得上的建议。对。那咱们这次的目标呢，就是想帮你把这些信息梳理一下，看看能不能从中提炼出一些，真正关联的，或者说能给你带来点启发的东西。这个挺好，幸福这个事儿啊，确实值得好好聊聊。我看资料一开始就提到一个观点，感觉挺重要的，就是说幸福好像不是一个，像终点站一样的东西，你到了就完了。不是一劳永逸的。对，更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吧？需要我们自己有意识的去努力、去调整、去适应，听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确实是这样，它更像是一种能力，或者说是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所以啊，要想靠近幸福，我觉得第一步可能就是得先，稍微搞清楚一点，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它肯定不单单是一种短暂的快乐感觉。那个内涵要丰富得多。那这个丰富内涵怎么理解呢？资料里边我看到有个叫马丁·塞里格曼的，他是积极心理学的，算是先驱人物吧。对，很有名，他的理论影响很大。他的观点好像挺经典的。他说幸福大概包含了三个维度。是的，他的 PERMA 模型里有几个核心要素，经常被简化成3个关键点来讲。对，就是愉悦感。英文是 pleasure， 就是那种比较直接的短暂的快乐，比如说吃顿好吃的，看个好笑的电影。感官上的享受，这个比较好理解。然后第二个是投入感 engagement， 这个是说全身心的投入去做一件有点挑战，但又是你喜欢或者擅长的事情，达到那种心流状态是吧？忘记时间，完全沉浸在里面。对，就是那个感觉。然后第三个是意义感 meaning， 这个就更深一层了，感觉自己做的事情不光是为了自己，好像还在为某个更大的目标，或者说为别人做点贡献。感觉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的，超越了个人层面。这个3分法我觉得还挺有启发的。是，它至少给了一个框架，它提醒我们，你看幸福不是单一的，对吧？它有好几个面向，而且可能还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对，而且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幸福这东西它特别主观。每个人的感觉不一样。太不一样了。你的个人经历、你的价值观、你看重什么，还有你所处的文化环境，都会极大的影响你觉得到底什么才能让你感到幸福。这倒是。比如说，可能在一些文化背景下，大家会更看重个人的成功成就，那种自我实现带来的满足感可能是幸福的核心。但在另一些文化里，可能更强调的是内心的平静，或者是跟家人、跟社群的和谐关系，那个可能更重要。有道理。所以啊，第一步真的是要花点时间向内看一看，搞清楚对你自己而言，幸福它到底意味着什么。这3个方面，愉悦、投入、意义，在你生活里的比重大概是怎么样的？哪个对你更重要？那怎么去搞清楚呢？有些方法可以试试，比如说像写日记，或者就是每天找个几分钟，安静地坐下来，反思一下，回想一下最近让你感觉特别好的瞬间，或者让你觉得特别有劲头的事情，分析一下那里面是什么元素在起作用。听起来是需要一些自我探索的时间。对，这个自我认识的过程其实就是走向幸福的基础。那说到自我认识，资料里好像也特别强调了就是那个叫情商的东西，丹尼尔·苟尔曼提的。对，情商也就是情绪治理，它首先就包括了识别自己情绪的能力。你得先知道自己现在是什么感觉，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然后呢，光识别还不够吧？当然不够，还得学会管理，不是压抑，而是有效的去应对和调节自己的情绪，尤其是一些负面情绪。这也是情商很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感觉挺难的。是需要练习。还有一个相关的概念，我觉得也特别好，资料里也提了，是克里斯汀奈夫研究的，叫自我关怀
或者叫自我慈悲。自我关怀，这个我看到了，感觉很有意思。它不是说让我们放纵自己，对吧？完全不是，它的核心意思更像是，当你在遇到挫折、失败，或者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好的时候，能不能像对待一个好朋友那样，给自己一些理解和善意，而不是劈头盖脸的自我批评。对，很多人习惯性的会对自己特别严厉，各种苛责，但自我关怀恰恰相反，它鼓励你用一种更温柔、更有建设性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不足和痛苦。这个具体怎么做呢？内弗博士总结了3个核心要素，第一个就是善待自己，就是用理解、支持的态度对自己，而不是冷酷的评判。第二个是认识到人的共同性，对，就是认识到遇到困难、经历失败、感到痛苦，这是所有人都会有的经历，不是你一个人特别糟糕或者特别倒霉。这种想法能减少孤独感和羞耻感。这个角度挺不一样的。第3个是正念，就是以一种开放的、不带评判的态度去觉察自己当下的想法和感受，特别是那些不舒服的，不是被他们淹没，也不是拼命推开，就是看着他们，了解他们，然后让他们自然流淌。听起来像是跟自己的情绪和解，有点那个意思。这3点结合起来，就能有效地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让我们在困难面前不容易垮掉，能更快地恢复过来。除了自我关怀，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感恩。对，感恩的力量，这个其实很多研究都证实了。比如罗伯特·艾蒙斯，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研究，发现哪怕只是每天花一点点时间，就几分钟，做什么呢？刻意的去想一想，或者写下来3件让你觉得值得感恩的事情，无论大小。就这么简单？比如今天天气不错也算？当然算，可以是任何事情，一顿好吃的饭，一个朋友的问候，甚至是你克服了一个小困难。这种简单的感恩练习，或者叫感恩日记，坚持下去，就能非常显著地提升人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这个听起来倒是可以马上试试。是啊，门槛很低，但效果可能超乎你想象。刚才我们聊了向内看，了解自己，管理情绪。那向外看呢？人际关系这块儿，资料里有什么说法？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我看到你刚才也提到了那个哈佛的研究。对，那个成人发展研究，做了几十年，跟踪了好多人的一生。对，格兰特研究和格鲁克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可以说是相当震撼了。是吧？我看到都觉得有点惊讶。他说，预测一个人到了老年能不能健康又幸福，最重要的因素居然不是他年轻时赚了多少钱，或者有多大的名气，也不是社会阶层，而是什么呢？是他们人际关系的质量，特别是亲密关系的质量。没错，这一点在多个长期的追踪研究里都得到了印证。就是说，那些拥有温暖、稳定、高质量人际关系的人，不仅活得更快乐，甚至身体也更健康，寿命也更长。这个质量怎么理解？不是说朋友越多越好，肯定不是数量的问题。质量指的是关系的深度、知识性和信任度。就是说，你有没有一些人，在你需要的时候，你知道可以依靠他们，可以向他们倾诉，并且能得到真诚的情感支持。你跟这些人之间是不是感觉安全、被理解、被珍惜？这种感觉很重要，非常重要。这种高质量的连接能够给我们带来归属感，能帮我们缓解生活的压力和打击。但这需要我们主动去经营和投入。怎么投入呢？首先是时间，高质量的关系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和维系的。其次是需要运用一些技巧，比如说同理心，就是尝试去理解对方的感受和观点，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还有呢？还有一种叫积极性回应的能力，这个也挺重要的。积极性回应？对，就是当别人，比如你的朋友或者伴侣，跟你分享一个好消息的时候，你能不能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并且积极的去回应、去庆祝，而不是有点敷衍或者泼冷水或者转移话题。这种积极的回应对巩固关系特别有好处。这个确实有时候可能没意识到。是的。另外，积极参与一些你感兴趣的社群活动，不管是线下的兴趣小组还是志愿者组织，也能帮助我们建立连接，找到归属感。
那现在线上交流这么多，微信啊什么的，这个算高质量连接吗？这个要看情况，线上交流肯定有它的便利性，也能维持一些联系。但是很多资料似乎还是在强调那种线下的、面对面的，能感受到对方真实情绪和温度的互动，可能对于建立深层次的连接来说，质量更高，也更难替代。所以可能需要注意平衡一下线上和线下的社交。有道理。所以向内看、向外连接，这是两大块了。资料里好像还提到了目标感和个人成长。对，也就是幸福感的一个重要支柱。我想你可能也想到了维赫多·弗兰克尔。活出生命的意义那本书，他在集中营那样的极端环境下，都强调找到意义的重要性。是的，他的经历和思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苦难的境遇中，如果你能找到一个支撑你的目标或者意义，哪怕只是微小的，也能帮助你坚持下去，甚至从中找到力量。这个目标或者意义听起来好像有点大，不一定非得是什么宏伟的事吧？完全不必，它可以很简单、很具体。关键在于这个目标是不是跟你内心深处的价值观和你真正擅长的事情，也就是你的优势，是不是相符？和价值观优势相符。对，比如说，如果你非常看重创造力，那设定一个学习新技能或者完成一个创意项目的目标，就可能让你觉得很有意义。如果你很看重帮助他人，那参与一些志愿服务或者在工作中多帮助同事，也能带来意义感。了解自己的性格优势，比如说可以通过一些像 VI 性格优势测试这样的工具来识别，然后有意识地在生活中运用和发展这些优势，围绕它们来设定目标，往往会更有驱动力，也更容易带来满足感。这么说，目标的关键不是大小，而是和自己的契合度。可以这么理解。同时还有一个心态很重要，就是卡罗尔·德韦克提出的那个成长型思维。成长型思维就是相信能力可以提升那个。对，就是相信自己的才能和智慧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努力、学习和坚持来发展的。拥有这种思维模式的人，会更倾向于把挑战看作是学习和成长的机会，而不是对自己能力的威胁。失败了也不会觉得是自己不行。他们可能会想，这次没做好是方法不对，还是努力不够，下次可以怎么改进？这种从过程中学习、不怕犯错的心态，本身就能带来一种积极的体验，也是持续成长和获得成就感的基础。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对新事物保持好奇心，也能让我们的思维保持活跃，不断有新的收获。那如果生活中真的遇到了很大的挫折，比如说失业了，或者关系破裂了，光有目标和成长型思维就够了吗？这时候韧性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幸福的人不是说生活中没有风浪，而是他们有更强的从逆境中弹回来的能力。这个韧性或者叫抗挫力是可以培养的吗？是可以培养的。资料里提到了安吉拉·达珀沃斯研究的那个概念，叫坚毅 （Grit）。我知道，就是对长期目标抱有持续的热情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对，这种品质对于克服困难、实现有意义的目标至关重要。培养韧性呢，有一些方法，比如学习认知重构。认知重构听起来有点专业。其实就是换个角度看问题。比如说你失业了，这当然很难受，但除了觉得完了我没用了，你也可以尝试把它看作是一个重新思考职业方向、探索新可能性的机会。不是说要强行乐观，而是尝试找到一种更积极、更有建设性的诠释。就像把危机看作转机，有点这个意思。当然，这需要练习。另外，之前提到的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网络，有人在你困难的时候拉你一把，这个也非常关键。还有就是最基础的，照顾好自己的身体，保证充足的睡眠、健康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身心是相互影响的，身体垮了，心理韧性也很难维持。这些都很重要。还有一点就是，生活本身就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保持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性也很重要。
有时候可能原来的目标实现不了了，或者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那我们就需要有能力去调整自己的期待和计划，而不是死守着不放。能屈能伸是吧？对，有这种灵活调整的能力，也是韧性的一部分。咱们刚才聊了很多意义啊、成长啊、韧性啊，听起来都挺深刻的。那最初提到的那个愉悦感，就是简单的快乐，它在幸福里扮演什么角色呢？是不是就没那么重要了？也不能这么说，追求愉悦感，想象生活中的美好，这当然是幸福的一部分。但是资料里也提醒我们要警惕一个现象，叫做享乐适应。享乐适应，就是那个好像说，不管遇到多好的事儿或者多坏的事儿，过一段时间，我们的幸福感水平好像又会回到一个基准线。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我们的大脑好像有一个幸福恒温器，中了彩票的狂喜，或者失去亲人的悲痛，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强度都会慢慢减弱，我们又会回到自己平常的那个幸福水平附近。那买新车、升职加薪带来的快乐，其实也持续不了太久。对，很快就会习惯。这就是享乐适应。所以如果把幸福完全寄托在追求这些外在的短暂的强烈快感上，可能效果并不会很持久，甚至会陷入一种不断追逐、永不满足的状态。那怎么办呢？就不能享受快乐了吗？当然不是，关键可能在于怎么享受。资料建议我们可以练习更有意识地去品味生活中的小确幸。品味？怎么品味？比如说你喝一杯咖啡的时候，不只是把它当成提神的工具，而是真的去闻闻它的香气，感受它的温度，体会它的味道，全然的投入到那个当下。或者看到美丽的日落，多停留一会儿，用心去欣赏，就是有意识的去延长和深化那些积极的体验，而不是让它们匆匆流走。用心感受生活中的小美好。对，另外凡事讲求一个适度，无论是工作娱乐还是物质享受，过度都可能带来负面影响，找到一个平衡点很重要。这里可以借鉴一下日本那个概念，叫 Ikigai。Ikigai 这个词我好像听过。它大致的意思是生活的意义或生存的价值。有一个流行的解释是，你可以画4个圈儿，分别代表你所热爱的事情、你所擅长的事情、世界所需要的事情，也就是能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以及你能因此获得报酬的事情。4个圈儿。对，想象一下，这4个圈交汇的那个中心点，可能就是你的 Ikigai 所在。它提供了一个框架，帮助我们思考如何整合生活中的不同方面，找到一种既能带来愉悦感，又有投入感和意义感，并且能支撑自己生活的一种更全面、更持续的幸福状态。它强调的是一种平衡。这个挺有意思的，融合了愉悦和意义。是的，它不是非此即彼。听了这么多理论和概念，那我们回到最实际的层面，对于正在收听的你来说，如果想在日常生活中开始做点什么，朝着更幸福的方向努力，有什么具体的可以上手的小建议吗？资料里确实总结了一些挺实用的策略，比如说可以尝试建立一个积极的早晨例行程序。早晨的习惯对，很复杂，可能只是早起10分钟，做几分钟的冥想，或者简单的伸展运动，或者写下今天的一件小目标，用一个平静、积极的方式开启一天，对整个人的状态可能都会有影响。这个听起来不错。还有就是有意识的去管理和限制一些干扰，特别是现在大家花在手机屏幕上的时间太多了，过度碎片化的信息、社交媒体上的比较，都可能消耗我们的精力，引发焦虑。可以试试规定一些无手机时间，或者关闭不必要的通知，让自己能更专注地工作、学习或者与人相处，减少干扰，找回专注。对，另外要把维护重要的人际关系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当成一件正事来对待。当成正事？是的，就是主动地为他们安排时间，写进你的日程表里，而不是总说等我有空了再说。因为根据之前的讨论，这些对幸福感太重要了。主动约朋友见面，或者每周固定留出时间做你喜欢的事情。把重要的事情优先安排。还有，可以定期，比如说每个月或者每个季度，花一点点时间回顾一下自己的目标和价值观，
看看自己最近的生活状态是不是和你真正在乎的东西保持一致，需不需要做些调整，这能帮助我们保持方向感。定期反思和调整。最后一点，也是我觉得挺温暖的一点，记得庆祝自己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庆祝小进步。对，我们往往盯着大目标，很容易忽略过程中的小成就。完成了今天计划的一项任务，或者尝试了一个新事物，哪怕只是鼓起勇气跟陌生人打了个招呼，都可以给自己一点肯定和鼓励。这种小的正向反馈能积累信心，让整个过程感觉更愉快。确实，别对自己太苛刻。是啊，对自己温柔一点。好了，关于如何获得人生的幸福这个大话题，我们今天确实从好几个角度，深入探讨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和方法，感觉信息量还挺大的。是啊，内容不少。我来试着稍微总结一下关键点吧。首先，得理解幸福它不是单一维度的事儿，是挺复杂的，包括了愉悦、投入、意义等多个方面，而且对每个人来说，它的具体内涵可能都不一样。所以第一步是搞清楚它对你的个人意义。个性化的理解是基础。然后呢，要向内看，加深自我认识，提升管理自己情绪的能力，还要学会善待自己，就是那个自我关怀。对，情绪健康和自我接纳。同时要向外看，去建立和维护高质量的、有意义的人际连接，因为这被证明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因素。是的，连接的力量。还要向前看，找到与自己价值观和优势相符的目标，并且保持着成长型思维去追求，在过程中不断学习和成长。目标感和持续发展。当然，生活中不如意十之八九，所以还得培养韧性和适应力，学会在逆境中恢复，在变化中调整。韧性和灵活性。最后，懂得品味生活中的小确幸，并且在各种追求中找到平衡点，避免过度。或许可以参考那个 Ikigai 的概念，平衡与适度。总结的挺全面的。其实贯穿所有这些讨论，最核心的一点，可能就像资料里反复强调的那样，幸福它好像真的不是一种靠运气等来的状态。不是天赐的礼物。对，它更像是一种可以通过学习、练习和有意识的选择来逐步培养和提升的能力，一种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它最终体现在我们如何更有意识的带着反思，并且更灵活地去应对生活的方方面面，去过好每一天。说得真好，它是一种能力，一种实践。那么聊了这么多，最后留给正在收听的你一个小小的问题吧。在今天我们探讨的所有这些策略和方法里，有没有那么哪怕只是一个微小的行动，是你觉得这个我好像可以试试看，并且现在就可以开始去做的呢？不需要多宏大。对，可能就是今天睡前写下3件感恩的小事，或者明天早上试着早起5分钟，安静地坐一会儿。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微小的开始，就是通往一个更充实、更幸福的生活迈出的重要一步。感谢你的收听，如果你喜欢这次的探讨，请订阅、点赞并分享给你的朋友们。